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五花肉搭配香芋，沒想到這麼好吃。簡單易學，新手零失敗。首先準備半隻香芋，削掉外皮。挑選香芋也是有技巧的，選用表皮是棕色，口感沉澱，這種香芋肉質更粉糯。最好戴上一次性手套，防止粘液沾手發癢。像我做廚師20多年，早就對香芋的過敏有免疫。接下來切成大約1公分左右的厚片，然後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長條。香芋富含膳食纖維和礦物質，可以促進消化，增強抵抗力。热量低，還能中和肉的油膩。搭配五花肉真的是絕了。最後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小塊，盡可能的切均勻一些，使其在烹飪的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準備一塊老闆娘提前處理好的五花肉，拿回家之後用清水稍微的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塵雜質。接下來簡单的改下刀，首先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2厘米左右的厚片，也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切成小方塊。我個人覺得切成片這樣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其實挑選五花肉也是有技巧的，我們最好挑選這種五花3層的。這種五花肉有肥又有瘦，豬皮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，也不要提下來了。切好的五花肉不用焯水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一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片。半個紫皮洋蔥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塊。洋蔥可以解油膩，增強食慾，把粘連在一起的分開來。全部處理好放在盤中。一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。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鍋不要放油，把五花肉放在鍋中平鋪開來，然後像視頻中這樣轉動一下鍋，使每一塊五花肉受熱均勻，同時還可以防止粘鍋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五花肉慢慢的滲透出了油脂，表面也變得微微的金黃。這個時候的五花肉看着也特別有食慾。五花肉也不需要炒太乾，不然的話吃起來就像油渣一樣，那樣的話口感就不好了。煎製成視頻中這樣，把五花肉盛出來放在盤中。我們要用五花肉裡面的油脂來煎香芋，這樣煎出來的香芋吃着都有五花肉的香味。把處理好的香芋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每一塊香芋的表面都能夠吸收五花肉炒出來的油脂。一般在飯店我們都是用油炸的方式，自己在家裡面就像視頻中這樣不停的翻炒，同樣可以達到油炸的效果。因為香芋含有大量的澱粉，很容易粘鍋，所以我們要不停的翻動。這是我炒了3分鐘左右的效果，香芋的表面慢慢的變成了金黃色。一定要把火調到最小，不然的話很容易燒焦。炒製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這個時候的香芋也已經激發出了香味，盛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鍋不要放油，把處理好的五花肉直接倒在鍋中，加入大半勺的生抽醬油，激發出五花肉的醬香味，
這樣爆炒一下，還可以去除肉的腥味。接下來往鍋中加入多一點的開水，一定要没過五花肉。接下來加入幾片老薑，2個八角，去除肉腥味。加入1塊桂皮，喜歡吃辣一點的，加入幾個乾辣椒，增加香辣味。靠上鍋蓋，開小火，大約燜煮10分鐘左右，使五花肉慢慢的軟爛入味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五花肉的鮮香味。把乾辣椒以及各種香料挑選出來，因為它們已經完全的釋放出了香味。接着把煎制好的香芋直接倒在鍋中，稍微的翻動一下，使香芋完全浸泡在湯汁裡面。加入切好的薑蒜片，增加香味。然後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小半勺的松茸鮮，少量的白糖增和口味。快速翻拌均勻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香芋要好吃入味，我們要靠上鍋蓋稍微的燜煮一會兒，這樣可以更好的使香芋吸收五花肉裡面的湯汁。大約在3分鐘左右，我們就把鍋蓋打開來。這個時候的顏色有點淡，加入少量的紅燒醬油，增加醬香味。再次翻炒均勻，哇，這個時候的顏色看起來就特別的有食慾。開大火，快速的把湯汁收至濃稠。這個時候的香芋和五花肉也已經非常的入味，而且特別的軟爛了。在出鍋之前，加入切好的洋蔥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洋蔥、五花肉和香芋充分的融合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翻炒成視頻中這樣，盛在砂鍋裡面，邊加熱邊吃，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香芋燒五花肉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五花肉軟爛不柴，豬皮 Q 彈膠質滿滿，香芋粉糯綿密，加入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加入了洋蔥，軟而不爛，甜香增和油膩，幾種食材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。盛在砂鍋裡面，開最小的火，邊加熱邊吃，別有一番風味。好啦，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